我有一種能分辨人好壞的能力，好人是香的，壞人是臭的。独独那位傳聞中暴力無道的帝王是苦的。我趁沒人注意的時候，偷偷塞了好多糖糕给他。他捧着糖糕，冷冷对我说：“上一个给我吃糖的人，想讓我死，你呢？”我說：“我想讓你甜甜蜜蜜。”長命百歲。我是禮部尚書家的獨女，自幼便有一種能辨人好壞的能力。我的鼻子與常人不一般，能聞見人身上的味道，好人是香的，壞人是臭的。爹爹說，我的這種能力若是讓別人知道，定是會惹來大禍，所以我鮮少出門，也從不與人多說話。直到我及笄，爹娘才發現我不僅鼻子與常人不一樣，連腦袋也與其他人不一樣。大夫說我是心智未開，我不太明白，大抵是說我有些笨的意思。從此爹娘便不再將我關在家裡，不僅給我請了教書先生，還會帶我出門遊玩，我自然是開心壞了。蘭蘭，記住，若是聞到有人身上是臭的，你不要告訴別人，等回家再悄悄跟爹娘說。每次出門，爹爹都會一遍又一遍地叮囑我，今日也一樣，但今日也不一樣。娘親說，今日是皇帝陛下的萬壽節，4品以上官員都可以帶家眷進宮賀生。皇帝陛下我知道，前些日子我跟娘親去戲樓看戲的時候，聽見有人議論過，他們說的許多我都記不太清了，只記得皇帝陛下是個特別壞的壞人，那他一定是特別的臭。為了驗證這個結論，在所有人都跪地低頭恭迎他的時候，我特意抬起頭嗅了嗅，或許是在場沒有一個人抬起頭，我的視線很輕易便和他隔着人群遙遙對上，跟我想的不一樣，他不臭，還格外好看，好看的就像是畫裡的仙人一般。沒等我多想，爹爹連忙拉着我低下頭，誠惶誠恐地匍匐在地。我知道是我又錯了，爹爹出門前跟我說過，不能抬頭看着皇帝陛下。雖然我不明白是為什麼，我覺得長得好看就應該多看，就像是我院子裡的花，我就樂意天天盯着看。皇帝陛下沒有責怪我，也沒有責怪爹爹，那些人說的都不是真話。他不是壞人，但也不是好人。我聞不見他身上的臭味，也聞不見他身上的香味，很奇怪。可爹爹不讓我再聞，往我懷裡塞了一堆糖糕後，便叫娘親帶着我去逛花園。皇宮裡的花園比家裡的大許多，除了有許多我未曾見過的花，還有許多假山，適合捉迷藏。趁着娘親和夫人們寒暄，我抱着糖糕便鑽進了假山裡。不知道是我捉迷藏太厲害，還是娘親太笨了，她許久都沒能找到我。我卻撞見了皇帝陛下，他站在一座假山後，涼涼的月色落在他身上，讓他看起來更好看了幾分。我想，若是畫本中的月上仙人是男子，應該就是他這樣。此刻在他對面站着一位嬌滴滴的女子，女子顫聲道：“陛下想要的，臣女都願意給。”朕想要什麼？皇帝陛下笑了一聲，女子答：“若是陛下願迎臣女為後，李氏一族自當萬事以陛下為先。”他們說了許多話，我聽不太真切，也聽不太明白。等那女子轉身離開後，皇帝陛下突然轉身過來看向我，他要比娘親聰明，一下就找到了我。皇帝陛下，你怎麼知道我藏在這兒？我從假山後面跳出來，歪頭笑盈盈問他，他好看的眉頭微微擰了一下，朝我走過來。等他走近了，我才聞到他身上的味道，不是臭味，也不是香味，是一股淡淡的苦味，就好像是上次我病了，大夫給我開的那副最苦的藥。皇帝陛下走到我跟前來，打量了我片刻，最後才淡聲問我：“你就是沈尚書的女兒，沈蘭？”我點點頭，依舊抬頭盯着他。他為什麼會是苦的呢？沒等他再說話，我忍不住問他：“皇帝陛下，你吃過糖嗎？”他似乎沒想到我會突然問他這個問題，微微愣了一下。見他不答，我又眨了眨眼睛。你問這個做什麼？過了半天，他才問我，因為他聞起來很苦，就像是從來沒有吃過糖一般。可是爹爹說了，我能聞見人身上的味道，這件事不能告訴別人。於是我將自己懷裡的糖糕拿出來，忍痛分了一半給他。我請你吃糖糕，我剛剛吃過了，這糖糕很甜，一定放了很多的糖。希望他吃了能不要那麼苦。他低頭看了看我手裡的糖糕，笑了一聲：“沈蘭，你膽子倒是很大。”我甜甜笑起來：“謝謝皇帝陛下誇獎。”他又是一愣。這時我聽到了不遠處娘親在着急地叫我的名字，一定是他找不到我，以為我迷路了。我才沒有那麼笨呢。我把手上的糖糕塞到皇帝陛下懷裡，聽到他冷聲道：“曾經也有人給過我糖糕，可他是想我死。”我猛地抬起頭，撞進他如結了冰的眼眸中。“你呢？”他問我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覺得他看起來又冷又苦，比之前院子裡淋濕的小奶狗都還可憐。我踮起腳想摸摸他的腦袋，卻因為他太高，最後只輕輕地抱了他一下。我想皇帝陛下甜甜蜜蜜，長命百歲。蘭蘭，娘親的聲音越來越近，我吐了吐舌頭，連忙放開皇帝陛下，提起裙擺，轉身往回走。走了幾步，想起來還有話沒說，又回頭看向依舊待在原地的皇帝陛下，小聲道：“剛剛那個姐姐騙你，你別信她。”因為他聞起來是臭的，做壞事的時候臭味尤其重。說完我頭也不回地跑了，這樣他就不會問我是怎麼知道的了。你是怎麼知道的？皇帝陛下坐在高高的椅子上，單手支着下巴俯身來看我。就在方才，爹娘準備帶我離宮的時候被人攔了下來，隨後我便被帶到了這個金碧輝煌的地方來。殿中只有我和皇帝陛下兩個人。我聞到他身上那股苦味並沒有消散，答非所問道：“皇帝陛下，
你沒吃糖糕嗎？皇帝陛下好看的眸子動了動，站起身來。隨着他走近，他身上的苦味越來越濃。朕聽說你與常人不同。他站在我身前，低頭看我時，眼中有我不懂的情緒。我以為是他知道我能聞到人味道的事，緊張地咽了咽口水，卻聽到他繼續道：“及笄之年，卻心智未開。”原來是這事，我鬆了一口氣，又立馬瞪起眼為自己辯駁。夫子說我很快就能開了，昨日我都快被濕了。皇帝陛下聞言笑了一聲，這時方才帶我進來的公公跑了進來，跪在不遠處，輕聲道：“陛下，沈大人跪在殿外求見。”我爹爹。我回头看公公，公公低着头没说話。我又看向皇帝陛下，他没理公公，只看向我，唇角牽起一抹笑來。你父親當真疼愛你？我重重點頭，一雙眼睛也亮亮的。那當然啦，我爹爹是世上最好的爹爹。那兰兰，真幸福，朕就没有爹爹。好苦。他说这話的時候，周身彌漫着濃厚的苦味。那我讓我爹爹也做你爹爹好不好？我下意識哄他道。他微微一愣，眸子裡好似滴了一滴墨，黑的仿佛能將我吸進去。過了許久，他才問我可以嗎？我點頭，可以呀。他笑起來，抬頭對不遠處的公公道：“讓沈風進來。沈愛卿今日送朕的賀禮，朕十分滿意。”爹爹剛跪到地上，便聽到皇帝陛下這麼說：“謝陛下抬愛。那顆夜明珠是專程從南海運來的，是萬中無一的品相。”朕說的不是那顆夜明珠，朕說的是愛卿的掌上明珠。爹爹聞言顫了一下，抬起頭也看了我一眼，只不過一眼，他連忙又磕了個頭。小女不同於常人，心智如小童，行事魯莽。若是衝撞到陛下，還請陛下降罪於臣。皇帝陛下依舊彎着嘴角，抬手落在我腦袋上。愛卿自謙了，朕看來，你的女兒倒是聰穎過臣。他是第一個誇我聰明的人，一定是個好人。等我把他身上的苦味消散後，肯定能聞到他身上的香味。我這般想着，便看着他笑起來。他也低頭看我，放在我腦袋上的手輕輕揉了揉，用輕柔的聲音低低道：“蘭蘭還說，讓爹爹也做朕的爹爹呢。”我笑着點頭，可當我回頭去看爹爹時，只見他臉色煞白，又猛地在地上磕了一個頭。臣罪該萬死，是臣教女無方，才讓他在陛下面前胡言亂語，請陛下責罰。我連忙跑過去，看着他磕紅的額頭，紅了眼眶。爹爹，是不是蘭蘭又做錯了？說着，我又慌忙在他額角吹了吹。爹爹拉住我，讓我跟他一起跪下來，繼續對皇帝陛下說：“小女心智未開，言語無狀，都是臣的錯，還請陛下不要怪罪小女。”皇帝陛下踱步到我們跟前，伸手將我扶了起來。沈愛卿，言重了。皇帝陛下笑得很好看，朕倒觉得兰兰纯真可愛，不仅說出來的話深得朕心，當講才是。不僅不罰，還當講才是。爹爹卻如聽到噩耗一般，跌坐到地上。我好像又做了錯事。從皇宮回來後，爹爹一夜沒睡，娘親抱着我紅了眼睛。娘親，我沒有跟皇帝陛下說我的秘密。我在娘親懷裡也跟着紅了眼睛。明明皇帝陛下說了要獎賞我和爹爹。娘親聞言抱我抱得更緊了。娘知道，都是爹娘的錯。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有錯。直到第二日一早，宮裡來了聖旨，皇帝陛下說到做到，宮人們抬來了好幾箱的金銀珠寶。為首的公公宣讀完聖旨後，笑盈盈對我說：“純妃娘娘，3日後是個吉日，正是進宮的好日子。”我抬頭看着他，眨了眨眼睛。我不叫純妃娘娘，我叫沈蘭。他依舊笑着。您就是纯妃娘娘，陛下親封的。說完，他把圣旨交到爹爹手上，便帶着一群人又浩浩蕩蕩離開了。忍了一晚上的娘親看着聖旨，終於哭了出來。我偷偷問身旁的丫鬟豆豆：“什麼是纯妃娘娘？”豆豆一瘪嘴，帶着哭腔道：“就是陛下的妃嬪，就像爹爹和娘親這樣。”差不多吧。那為什麼他們要哭？我側頭看向爹娘，抬手擦了擦娘親臉上的淚。娘親別哭，我願意做皇帝陛下的純妃娘娘。娘親哭得更狠了。接下來的3日，家裡來了好幾個嬷嬷，大抵都是來教我一些進宮後的禮儀。那些禮儀繁複難學，我磕磕绊絆才算學會了一些。最後一個嬷嬷在我面前站了許久，看着我的一雙眼睛，臉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。房事是什麼？我睜着大眼睛，無辜地看她。她咬了咬唇：“小姐只要記住，在床上的時候一定要聽陛下的話。”其余時候呢？也要听。那房事也沒什麼特別的嘛。進宮這日，爹娘都哭了，我也跟着一起哭。皇帝陛下來的時候，我還在吸鼻子。他走到我跟前來：“做朕的純妃，這麼害怕？”
我紅着眼睛抬頭看他，他今日與上次不一樣，穿着明黃色的長袍，更襯得他一張臉如爹爹藏在書房裡的那塊玉石一般。皇帝陛下，我餓了。我抽抽搭搭搭，这是真的。今日從早晨起來忙活了一天，就吃了2塊點心。皇帝陛下没想到我是因為這個哭，愣了一下才輕笑出聲。他笑起來格外好看，笑聲也很好聽。去找些吃的來。他低頭看了看我，又勾唇道：要甜的。守在门口的公公连忙应是後匆匆離開，不多會便端進來好幾碟點心，看得我眼睛都亮了。皇帝陛下在我身旁坐下來，看着我吃了好幾塊點心後，才問我：你不怕我？我咬着糕點搖頭，他身上又不臭，濃濃的苦味下還有淡淡的香味，很好聞。可是他們都很怕我。他笑道。我咽下嘴裡的東西，那肯定是因為他們是壞人。這麼說着，他身上的苦味鑽進我的鼻子裡，讓我忍不住微微皺了下眉。那些人怕他，也有可能是他太苦了。皇帝陛下，你也吃。這塊最甜了。我把最甜的糖糕遞到他嘴邊，笑盈盈哄他。他垂眸看了一眼糖糕，漆黑的眸子裡好似有流光掠過，半晌後才微微張開嘴，在糖糕上輕咬了一口。不遠處的李公公見狀瞪大了眼睛，我等着皇帝陛下咽下去，才邀功一般問他：甜嗎？他好看的薄唇勾起來，甜。我連忙把剩下的都塞到他嘴裡，趁機湊近他猛吸一口，苦味好像真淡了一點，可也只是淡了一點點。接下來无論我怎麼餵他，也沒什麼變化了。最後他嘆了口氣：沈蘭。吃不完就扔了，不必全塞进朕肚子裡。說着，他瞥了李公公一眼，冷声撤下去。可我還沒吃飽，趁着李公公上前的空檔，我連忙抓了2塊塞進嘴裡。皇帝陛下看着我圆鼓鼓的腮帮子，有些失笑的上手輕捏了一下。你在家，沈大人餓着你了。可我嘴裡塞滿了辯駁的話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只能聞見皇帝陛下身上的苦味又淡了一點。我及時了，明明也沒吃多少。皇帝陛下在我打第3個嗝的時候站了起來，嬤嬤說過，我進了宮便和神府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，只要我犯了錯，爹爹和娘親都會被罰。想到這裡，我連忙捂住嘴巴，不敢再打嗝。朕吃的有點多了，你陪朕出去轉轉。皇帝陛下唇角輕壓，轉過身往外走去。我懊惱地捂住嘴巴，連忙跟上。純妃娘娘的衣裙格外繁雜，一層層裙擺隨着我的步子在腳邊盛開，看起來竟比路邊盛開的牡丹都還要好看。我一心在腳下，沒注意走在前面的皇帝陛下突然停了下來。我結結實實撞在他背上，腳下不穩，往後揚下去。可沒等我摔到地上，便被他回身攬住腰身，又拉了回來。濃郁的苦味伴着寥寥的沉香，在他身上鋪開，好聞極了。他微微擰眉，沒等他說話，我便聞到一股淡淡的臭味從不遠處傳來。我下意識拉着他躲到了一塊大石頭後面。噓！見他還要說話，我連忙用手捂在他唇上。沒過一會，果然有腳步聲越來越近。你說陛下去了景和宮？嬌厲的聲音響起，正是那日與皇帝陛下說話的女子。我趴在大石頭後面，小心翼翼往外看去。只見那女子身着華麗的宮裙，身後跟着一堆宮人。本宮進宮2日了，還連陛下都沒見到。那個蠢貨今日剛進宮就得了寵幸，憑什麼？女子憤憤折斷了身旁的桃枝，恭畢低聲：他父親是禮部尚書，最得意的門生，今年高中狀元。陛下想來是……除了我們李家，還有誰能成為他的助理？娘娘，恭畢連忙左右看了看，低聲道：谁？他們說的我聽得雲裡霧裡，只知道他們提到了我爹爹，還有爹爹那個很喜歡的學生。等他們走遠後，我才看向身旁的皇帝陛下，他乖乖被我捂着嘴，而他身後的李公公臉色煞白，宛如天要塌了。我又做錯了。皇帝陛下，你能不能只罰我，不罰我爹爹？他低頭看我，微微勾起薄唇，抬手扶了扶我歪掉的髮釵。我不罰你，但是蘭蘭能不能告訴我，你為什麼知道李興之來了？又為什麼說他是壞人？我眨了眨眼睛，他將我困在他和石頭中間，微微低下身，我咽了咽口水，從他手臂下鑽出去，提着裙子便往回跑。我有些困了，該睡覺了。可等我沐浴后躺在床上，皇帝陛下又來了，害怕他繼續追問，我抓住被子蒙到頭頂。蘭蘭睡着了，什麼都不知道。半晌，身旁傳來皇帝陛下的輕笑聲，我小心翼翼拉過被子，只露出一雙眼睛看他。他身後的燭光搖曳，將他的影子鋪在腳下。只見他雙手背在身後，微微彎身，帶着涼涼笑意。蘭蘭好大的膽子，不侍寢便自己先睡了。侍寢，嬤嬤好像說過，侍寢就是陪皇帝陛下睡覺。今日我是頭一次不在家裡睡覺，原是有些害怕的，但若是皇帝陛下願意陪我睡覺，我一定就不怕了。這般想着，我往裡面挪了挪，空出身旁的位置，一雙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皇帝陛下。蘭蘭膽子小，當然願意給皇帝陛下侍寢啦。皇帝陛下愣了一下，隨即好看的眼尾彎下，他問我：蘭蘭知道什麼是侍寢嗎？我當然知道了。瞧不起誰呢？瞧不起！哼！
嬷嬷說在床上要聽皇帝陛下的話，所以皇帝陛下說了一句別亂動，我就當真不敢再動。你當真知道什麼是事情嗎？皇帝陛下見我一直不動，忍不住又問我，我側頭朝他眨了眨眼睛。现在不就是事情吗？他又是轻笑一声，身上好聞的沉香散開，聞起來竟也不覺得多苦了。睡吧。他輕聲道。我點點頭，閉上眼睛，又睜開眼。皇帝陛下，我可以動了嗎？可以。聲音裡帶着一絲笑意。我如釋重負，放鬆了身子後，側過身面對着皇帝陛下。只見他鼻梁高高的，嘴角壓着笑，真是好看。皇帝陛下，我又叫他，他沒張嘴，只輕輕了一聲。你叫什麼名字？我翻過身，看着頂上的帷帐，有些疑惑。他們都叫你皇帝陛下，我覺得這肯定不是你的名字，就像是大家叫我爹沈大人沈尚書一樣。皇帝陛下睁開眼睛，也和我一起盯着頂上黑漆漆看不出顏色的帷帐，濃郁的苦味撲面而來。我忍不住側頭朝他看過去，只見他薄唇輕啟，齊惡，我沒聽清。他也側過頭來，冷冷的目光與我的視線撞在一起。我的名字齊惡，教書先生教我認的字其實還不多，齊惡兩個字我並不知道是哪兩個字，但我還是故作老成的點點頭，學着別人的樣子拍了拍齊惡的肩膀。真是個好名字。齊惡的神情僵了一瞬，半晌後，他拿開我的手，淡聲道：“明日朕就替你找一個夫子。”怎么還要念書啊？齊惡說到做到，第二日果真給我找了個女夫子。女夫子剛跟我見完禮，就有宮人來說淑妃娘娘來了。臣從明日開始為娘娘授課，今日先請告退了。女夫子不再多留，行了禮便轉身離開，淡淡的香氣隨着她離開而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彌漫開的臭味。李星芷領着一群人與女夫子擦肩而過，走進殿裡來。豆豆跟我說，李星芷是威北將軍李樂的女兒，也是當今太後的侄女，在我入宮前2日被齊惡封為了淑妃，也是齊惡的妃子。齊惡為什麼可以有2個妃子？今日得閒，來妹妹這裡坐坐，妹妹不會嫌我礙事吧？李星芷瞥了一眼離開的女夫子，說着便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。難聞的味道鑽進我的鼻子裡，我下意識起身要走。爹爹說過，遇到有臭味的人要躲得遠遠的。可沒等我走，李星芷便拉住了我的手，她怒道：“你敢無視我！”我一時有些害怕，卻怎麼也掙不開她的手，只能求她：“你放開我！”沈蘭，你算個什麼東西？別以為你得了陛下寵幸，就敢把本宮不放在眼裡。你以為陛下真會喜歡你一個蠢貨？他不過是想利用你父親，等你父親沒用了，他第一個殺的就是你和你父親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低頭狠狠在他手腕上咬了一口。等他吃痛放開我後，我才拉着豆豆連退幾步，對他道：“你別說皇帝陛小獸的壞話，他才不會殺我和爹爹。你敢咬我！”他氣急，抬手便要給我一巴掌，我彎身躲過，又拉着豆豆跑到門口。是你先弄疼我的，而且還說皇帝陛下的壞話，活該！我朝他吐了吐舌頭，轉身就要往外跑，卻剛一轉身便撞上了齊惡。齊惡什麼時候來的我不知道，想來是李星芷的臭味太濃了，都蓋住了齊惡身上的苦味。淑妃當真是聰慧過人，連朕日後要怎麼做都替朕想好了。齊惡將我護在懷裡，似笑非笑地看向殿內的李星芷。李星芷臉色煞白，立馬跪下來：“臣妾不是這個意思。”他肩頭微微發顫，抬起頭，紅着一雙眼睛，嬌滴滴道：“只是臣妾進宮多日，陛下都不曾去臣妾宮中。”齊惡沒說話，只擁着我往裡走。路過他的時候，我實在忍不住捏住了鼻子。齊惡問我：“怎麼了？”我下意識答：“他有點臭。”話音剛落，地上的李星芷臉色更白了，一臉不可置信。齊惡倒像是聽到了什麼好笑的事情，輕笑了2聲，才對李星芷道：“知道朕為什麼不去看你了吧？”李星芷是跌跌撞撞離開景和宮的，等他走後，齊惡才放開我。你倒是機靈，他此回去不知道要洗多久。我卻沒有因為他誇我就感到開心。齊惡，你為什麼有2個妃子啊？我退開幾步，叉着腰問他，他應該是沒想到我會突然這麼問，愣了一下。豆豆在我身後輕輕拉了拉我的衣服，想讓我注意言辭。我已經完全忘了爹爹和嬷嬷們的教誨，只覺得自己被騙了。那蘭蘭覺得我應該有幾個妃子？齊惡的聲音清清淡淡的，帶着幾分笑意，十分好聽。我很喜歡他，喜歡他的樣子，喜歡他的聲音，也喜歡他身上淡淡的沉香味，所以我才願意做他的純妃娘娘。想到這裡，我更氣了。自然是1個，爹爹就只有娘親1個妻子，你為什麼可以有2個？他聞言又笑了一聲，可看到我滿臉的怒氣，很快又臉了笑。我與你爹爹不一樣。他解釋，我不懂。為什麼不一樣？他走過來，攬着我的腰坐到榻上。我是皇帝，皇帝和所有人都不一樣。我更不懂了，坐在他懷裡都忘了要生氣。皇帝不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人，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嗎？他嘆了口氣。齊惡，
你是不是不開心？我聞見他身上的苦味又濃了。從昨天到今天，我想了很久，好像齊惡身上的苦跟吃不吃糖沒有關係，只要他一笑，苦味就會淡一些。所以他那麼苦，可能是因為他不開心。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，只撿起我的一縷頭髮繞在指尖，問我：李兄只說我利用你爹爹，你不生氣嗎？我搖頭。那日我說了，我願意讓爹爹也做你的爹爹，爹爹也會像疼我一樣疼你。若是對你好的事，爹爹肯定也是願意做的，這不算是利用。我轉身趴在他肩上，嗅了嗅他身上的味道。而且你是好人，不會殺我和我爹爹的。你是第一個說我是好人的人。齊惡捻着手中的髮絲，聲音有些低。那是因為他們聞不見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拍了拍他的背。那我以後天天說給你聽。好。苦味又淡了一些，我滿意的放開他。皇帝真的不能只有一個妃子嗎？他失笑。暫時不能。我生氣的從他身上跳下來，把他趕了出去。聽說李興芷那日回去洗了2個時辰，之後不僅四處搜羅香薰香油，還每日都早中晚洗一次。豆豆說這些的時候都眉開眼笑。娘娘真是不鸣則已，一鸣惊人。這句話我剛從女夫子那裡聽到過，大抵是誇我厲害的意思。我一臉得意，接受了他的誇獎。不過娘娘，你與陛下都賭了好些日子的氣了。豆豆又開始勸我，若是將陛下的好脾氣磨沒了，可怎麼辦啊？這些日子，齊惡往我這裡送了好多稀奇玩意，我全都沒要。我賭氣一般躺到床上，蒙住被子。大不了我不做她的純妃娘娘了，反正她還有淑妃娘娘，說不定以後還有其他娘娘。而且女夫子說了，後宮之主是皇後娘娘，那麼多的妃子娘娘，齊惡真是個超級無敵大壞蛋。豆豆見我一臉憤憤，也不再說什麼，只替我掖了掖被子，便退了出去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生氣了，這夜竟做了個可怕的噩夢。驚醒後只覺得十分害怕，我抱着枕頭出門，卻找不見豆豆，最後只好跑到了齊惡的店裡。齊惡的寢宮離我很近，守在門口的李公公迎了上來。純妃娘娘，您怎麼來了？店內一片黑，齊惡已經睡下了。我要侍寝，我睡眼惺忪，抱着枕頭就要進去。李公公回過神來，連忙将我攔下，他有些為難。娘娘，侍寝需要陛下召見。可我一個人睡害怕，我剛要說話，店內飄出來一陣臭味，我的睡意一下子全無，推開李公公便闖了進去。齊惡，我大叫一聲。就在這時，床邊站着的人舉起手中的劍，便要朝床上刺去。我只來得及將手中的枕頭砸過去，枕頭砸在那人身上，卻還是沒有阻止他的劍插入被子裡。我哭起來。之前學女紅的時候，我的手被針扎一下都疼，這麼長一把劍扎在齊惡身上，不知道會有多疼。床邊的人低頭看了一眼我的枕頭，低罵一聲，便拔出劍朝我刺過來。我嚇得連退2步，卻被門檻絆了一腳。沒等我摔到地上，一個黑影從旁邊掠過來，將我拉進懷裡。他一手捂住我的眼睛，一手飛出手中的短刀。我只聽到有人悶哼了一聲，隨即便有什麼東西砸在地上。拖下去。齊惡冰冷的聲音在我頭頂響起來，我驚喜地掰開蒙在眼睛上的手，抬頭看去，果真是齊惡那張好看的臉。李公公站在不遠處，恭恭敬敬道：“陛下，純妃娘娘說要侍寢。”齊惡揚了揚眉梢，他問我不生氣了。我鼓着腮幫子從他懷裡退出來，不言不語，拉着他左右看了看，看到他沒有被劍扎出窟窿，才又哭起來。他好似被嚇到了，冰冷的手指慌亂替我擦掉臉上的淚。嚇到了。你今天要是在我那兒睡，是不是就不會遇到壞人了？我眼裡含着淚，抬頭問他。李公公無聲無息退了出去，輕輕關上店門。清涼的月色從半掩的窗戶外撲進來，全落進了齊惡的眼中。他原本漆黑無光的眸子裡，像是點綴了幾顆碎星。深了。他將我擁進懷裡。如今，我才知道這世上也不全是魑魅魍魉陰謀詭計。什麼是魑魅魍魉？他輕笑一聲，濃郁的沉香香味在周身漫開，好聞極了。你不用知道。你只要知道，你與所有人不一樣。我推開他，又問：“那你能只有我一個妃子嗎？”他沉吟片刻，才道：“暫時還不行。”大壞蛋！齊惡有點忙，我也很忙。我每日都要跟女夫子學認字寫字，還要被一群太醫圍着針灸喝藥。不知道是不是喝了太多藥，我最近都不太能聞到齊惡身上的苦味了。豆豆，你聞聞，我是不是也变苦了？我看着豆豆端來的一碗藥，皺起眉頭。豆豆以為是我不想喝藥，苦口婆心勸道：“娘娘，陛下都是為了您好，您自己不是也說近來背書都輕鬆了許多嗎？”是的，這些都是治腦子笨的藥。那些太醫說的話，與爹爹請來的大夫說的不差多少，大抵都是我娘親生我時難產，又加上我10幾年被關在家裡，才導致我心智未開，腦有鬱結。沒有誰會願意做一個笨蛋。我忍了忍，還是捏着鼻子將那碗藥喝了。剛往嘴裡塞了一顆蜜餞，便有宮人匆匆走進來。娘娘，
太后娘娘昨日從佛堂出來了，讓您去慈寧宮請安。豆豆說，太後娘娘是齊惡的母親，常年吃齋念佛，每年都會在佛堂待上半月。我的爹爹就是齊惡的爹爹，齊惡的母親自然也是我的母親。我連忙讓豆豆替我挑了件好看的衣裙換上，又梳洗了一番，才跟着工人去往慈寧宮。你就是纯妃。太后慈眉善目，坐在榻上笑看着我。我規規矩矩行禮，還沒說話便聞到一股說不出來的臭味，是太后身上的。太后娘娘問你話，你竟敢不答！一旁的李星芷見狀，便厲聲道：“她身上的臭味混雜着太后身上的臭味，彌漫在殿中，熏得我有些難受。可來的路上，豆豆跟我說了很多遍規矩，生怕我再犯錯。原本我以為太后娘娘是齊惡的母親，也一定會跟齊惡一樣，如今看來並不是。”我小聲道：“回太后娘娘，臣妾是純妃。”好孩子，生得這麼可人，難怪皇帝喜歡。太后娘娘一臉笑意，來哀家身邊坐。我抬頭看了一眼她，又看了一眼滿臉怨懟的李星芷，明明都是壞人，卻相差這麼多。我聽話地坐到太后娘娘身邊，她拉起我的手，對李星芷道：“你先回去吧。”李星芷瞪了我一眼，滿臉不情願，卻還是行禮走了。等她走後，太后問我：“告訴哀家，你喜不喜歡皇帝呀？”當然喜歡了。見我點頭，她又道：“聽說前些日子皇帝還遭了刺殺，你也在場，嚇壞了吧？”哀家在佛堂待了半月，出來看到皇帝都瘦了一圈。他說着一抬手，只見工人端上來一個小瓶子。你還不知道，皇帝自幼不在哀家身邊，對哀家有些誤會。看到有你陪在他身邊，哀家倍感欣慰。這是哀家替他尋來治心疾的藥，他死活不肯要。你可不可以幫哀家想辦法讓他吃下去？我看了一眼那個小瓷瓶。皇帝陛下有心疾？我問。他點頭。自幼便有。每發病都是鑽心的疼，若是不吃這藥，怕是沒幾年可活了。哀家也是沒有法子了，才想讓你幫忙。沒幾年可活了？我瞪大眼睛。他恨哀家，所以只要是哀家的東西，他都不要不碰。你千萬別說這是哀家給你的。齊惡來找我的時候，我已經躺下了。見他走到我身旁，我便往裡面挪了挪，給他讓出位置來。他坐到床邊，問我今日去了太后那裡。我爬起來，坐在床上。齊惡，太后說你有心疾。太后是壞人，我怕她是騙我。他頓了頓，在我緊張的目光中點了點頭。那你疼嗎？我爬到他跟前，伸手在他胸膛上亂摸一通，硬硬的，與我一點也不一樣。他好笑地捉住我的手，輕輕一扯，便將我扯進懷裡。蘭蘭給我吹一吹，我就不疼了。他一雙眉眼都彎着，比我初見他時要好看許多。我點點頭，在他懷裡找了個合適的位置，便開始朝他胸膛吹氣。剛吹兩口，他抬手捂住我的嘴。沒等我反應過來，他一個翻身將我從他懷裡放回了床上。只見他目色沉沉，眉梢眼角都帶着幾分暖日消雪的輕柔，突出的喉結滾了一下。不疼了嗎？我含糊問他，他連忙放開手，從床上坐起來。半晌後，他才嘆了口氣，身上的沉香味很濃，還夾雜了一絲絲甜味。蘭蘭，他的聲音不知道為什麼也帶了幾分陰啞。最近好好吃藥了嗎？說起這個我就生氣。你是不是嫌我太笨了？我氣鼓鼓問他，他低頭來看我，好似無奈地笑了一聲，手指輕輕劃過我的眉眼。蘭蘭不笨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快快長大。胡說，我已經及笄了。那我就请要什麼了？先都是你好的學粉。眼角瞥見了被我藏在床角的小瓷瓶，差點忘了正事。你的心疾，不吃藥是不是沒幾年可以活了？我盯着他，認真的問他，沒想到我還會繼續問這個事，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說。我探出腦袋望了望四周，確定店裡只有我們兩個人後，才從床角拿出小瓷瓶給他。你看看，這個藥能治你的心疾嗎？他接過小瓷瓶，打開聞了聞。能。他淡聲道。我愣了一下，難道是我錯怪了太後？但是加了一味毒藥，心疾還沒好就會死。他抬頭看我，從太後那兒拿的。我點點頭，一臉憤怒。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壞人。他身上剛洩出來的苦味，在見我這副模樣後又散了，笑道：你怎麼知道的？當然是聞到的。不過這個不能說。齊惡，她是你的母親，怎麼能這樣壞？我是真的很生氣。我平日裡便是被針扎了一下，娘親都心疼得要命。齊惡的母親為什麼要給她吃會死的毒藥？齊惡冷笑了一聲，這一次從她身上散出來的苦味無比濃郁，苦得我忍不住抱住她，輕輕在她背上拍了拍。沒關係的，齊，我娘親一定會疼你的。
我也會疼你。如今我才知道，他的苦不是沒有吃糖，也不是不開心。我們一起躺在床上，誰都沒有再說話，我只能聞見從他身上散出來的苦味，將他整個人包住。我從小就沒有母親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才聽到他開口。我側頭看他，他睜着眼，不知道在看哪，一雙黑眸在夜色裡格外亮。當年他被父皇看上，強擄進宮裡，只一次便有了我。他恨我，將我扔在冷宮。父皇也恨我，对我不闻不問。第3年，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。那个人从小便被人捧在手心，是人人称讚的太子，是他不惜讓我成為一把刀也要保護的人。明明我們都是他的孩子，為什麼我就是被人踐踏的螻蟻？那個人卻高高在上，只等着登上高位。既然我是暴虐無道的燕王，是人人得而誅之的逆賊。我捂住了他的嘴巴，太苦了，比我以往吃的所有藥加起來都苦。我有蜜餞吃，他卻沒有。我忍不住趴上前去，在他發紅的眼角親了一口。他微微發顫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歪頭看他，你是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。年前我聽府上的下人說，如今街上的乞兒少了許多，我想一定都是你的功勞。我終於認識惡這個字了。女夫子教我的時候並沒有講太多，可能是因為她知道這是齊惡的名諱，不敢多說。我卻是非常喜歡這個字，將齊惡的名字寫了滿滿一頁。在我正在欣賞自己的傑作時，齊惡走了進來。比他先進來的是他渾身的沉香香氣，其間還摻雜着幾分香甜。齊惡，你看，這是我寫的最好的字。前2日他還說我寫的字如被螞蟻爬過，今日一定讓他大吃一驚。他果然眼前一亮，隨即笑道，當今世上敢直呼我名諱，將我名諱寫滿1張紙的人，怕是唯你一人了。我順勢坐在他腿上，將字放在案上。原來你的惡是這個惡，我就說是好名字吧，我非常喜歡。他瞥了一眼那字，因為好寫，寥寥幾筆，的確比其他要好寫很多。我有些心虛，故作鎮定。還不是，他也沒有再拆穿我，反倒是提筆在紙上的縫隙中又寫了好幾個沈蘭，將1張紙填得滿滿當當。我十分滿意，甚至想找個地方掛起來。陛下，沈大人來了，沈夫人也來了。這還是我進宮後，楊欽第一次來看我。齊惡去御書房見爹爹，楊欽則被宮人帶進了景和宮。蘭蘭，楊欽一見到我便紅了眼眶，拉着我將我左右看了看。在宮裡可受委屈了。我點點頭，楊欽眼眶更紅了。可是陛下，我拉着娘親坐下，氣鼓鼓道：“就是他，他說暫時不能只有我一個妃子，還說自己跟爹爹不一樣。娘親，你幫我說說他。”娘親手一抖，眼中的擔憂一下子散了大半。而且啊，他侍寢總是很晚，有時候我都睡着了他才來。還有，他現在倒是不苦了，但是每次給我餵的藥都很苦，還騙我說不苦。我滔滔不絕說了他的所有罪行，娘親越聽越覺得不對勁，最後又打量了我一圈，才意味不明道：“難怪胖了一圈。”也沒有很胖吧，每天的糕點糖糕我都勻了一半給齊惡了。娘親不僅不心疼我，在臨走前還叮囑我對陛下好點。我有一種錯覺，娘親好像更心疼齊惡了。這個是我說給齊惡聽的時候，齊惡笑了很久，最後他擁着我，輕聲道：“蘭蘭，我等不及了，戲得開始了。”齊惡病了，太醫說有點像是心疾加重，又有點像是中毒。我在齊惡床前守了幾天，哭得眼睛都乾了。太醫也沒有想出能救他的法子。比我更急的是李興之，他不僅從民間找來了一些大夫，還連做法事的道士都請來了。可無論什麼法子都試遍了，齊惡也沒有醒過來。他卻因為相信巫蠱之術，被太后一句話拖進了冷宮。這天夜裡，店裡的太醫都撤了出去，所有的工人守在店外，店中只留下了我和齊惡2個人。窗外的風呼嘯而過，太后緩步走了進來，她還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樣。歲月的痕跡給她那張豔麗的臉多添了幾分和善。終究是到了這一天。她站在一處燭光下，聲音也如那蠟燭一般枯啞。我側頭看過去，是不是你給的藥有毒？所有人都說你未開心智，是個蠢貨，卻沒想到只有你這顆至純之心，可以讓他放下戒備。你當真以為你不把藥給他吃就沒事了？你讓他生出了幾分貪婪，有了你，他才更想活着。只要有慾望，就會有缺口。我跌坐在地上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對他？他也是你的孩子。他厲聲反駁：他不是，他是厄運，是恥辱，
是老天在我身上降下的惩罰。原本已經流乾了淚的我，又覺得鼻子一酸，連忙去捂住床上人的耳朵，可那濃郁的苦味還是出現了。齊惡睜開眼睛，單薄發白的唇輕動。所以你要殺了我？太后沒想到這一變故，嚇得連退2步。齊惡坐起來，目光涼涼地落在他身上。所以當我得了一次父皇誇讚後，你給我一塊有毒的糖膏。所以當我為齊州殺了所有擋路人後，你讓齊州上位第一個便殺我。太后聞言，指着他暴怒：“你不配提純兒！”齊惡笑起來，我心疼地看向他，只見他眼眶泛紅，好似能滴出血來。你不會以為自己藏得很好吧？他聲音如隆冬的寒雪。你以為李興之進宮，李家不會表點誠意？太後愣了一下，隨即想到了什麼：“你幹了什麼？”你日日夜夜盯着我，巴不得我早點死，卻忘了自己母家是何種貨色了吧？為了皇後之位，李家可是什麼都願意幹的。當年你怎麼進宮的，你忘了嗎？你對我的燕兒做了什麼？太後不敢置信的喃喃，轉身便要往外走。齊惡笑道：“自然是與他父親一樣，不小心落進了湖裡，淹死了。”太後聞言跌到地上：“你這個惡魔，當年我就該掐死你！”與母後比起來，兒臣還是差一點。李家謀害先太子遺孤，被判滿門抄斬。太后受奸人挑唆，欲對皇帝不軌，永生軟禁佛堂。這一招，女夫子剛教過我，釜底抽薪。連累我們蘭蘭掉了那麼多眼淚，眼看都瘦了一圈了。齊惡心疼地把我圈在懷裡，大手捏了捏我的腰，我裝模作樣點頭。那你要陪我？蘭蘭要什麼？我想了想，要你只有我一個妃子。好。他終於給出了跟曾經不一樣的回答：不做妃子，做皇後。我心情大好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那今天准你侍寢了。他目色暗了暗，一旁的豆豆和李公公都壓着嘴角。蘭蘭，你真的知道侍寢是什麼意思嗎？過了很久，齊惡才又問我：我知道啊，不就是睡覺嗎？此睡覺非彼睡覺。女夫子紅着一張臉，咳了好幾聲，才拿了幾本冊子給我。冊子上都是男女交疊在一塊，不知道在幹什麼。看着我求知若渴的眼神，女夫子连耳朵都紅了。告訴陛下，我真的教不了了。說完，她飞一般的離開了景和宮。還有連女夫子都教不了的事，想來十分不簡單。這讓我對這幾本冊子有了更濃厚的興趣，以至於齊惡什麼時候來的，我都沒注意到。齊惡拿過我手中的冊子，一雙好看的眼睛裡好似盛了滿池的春水，加上他渾身香甜的氣味，突然讓我有些口渴。蘭蘭哪裡不懂，我來教你。連聲音都像是飄落的羽毛，掃在我心尖上，我莫名覺得一股燥意。齊惡見我連耳根都紅了，低低笑了一聲。看來蘭蘭長大了。這一夜與以往都不一樣，燭光輕搖，光影落在地上凌亂的衣裙上，我像是被人扔到了雲端，不知道過了多久才停下來。迷迷糊糊間，我抱着齊惡喃喃：齊惡，你總算是不哭了。什麼不哭了？味道呀，好人是香的，壞人是臭的，可齊惡是苦的。齊惡將腦袋埋在我脖頸處，過了很久很久，在我快要睡着之際，我聽到他低聲說：因為蘭蘭是甜的，就像是一顆化開的糖，把苦的都過成甜的了。